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是受伤，全宗人都会跟着受伤？长老，这事儿吧，他听着是挺扯淡的。你还知道是扯淡呢？扫地的活干完了，后山的柴劈了，灵田里的粪挑了，还杵着干嘛？长老，我没开玩笑，我现在就是灵虚仙宗的命根子，我要是磕着碰着了，别说您这样的元婴大能了，就连后院那条大黄狗也得跟着一起疼。你的意思是连狗都得护着你呗？命根子，蔡坤是吧？上个月考核倒数第一那个是你吧？就你这炼气2层修为，本座站着不动，你要是能伤到本座，这长老位置让你坐。嘿，老登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非得我抽你是吧？嘿，嘿，嘿，你小子有能耐哈！来，朝这儿打，对，就是这里。嘿嘿，谁？是谁？哎呦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明明打的是自己呀！老登，嚣张啊？咋不嚣张了？刚不挺能叫吗？来看看这是啥？嘿嘿，小子，这可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啊！我信了，快把匕首放下，别伤到自己。你叫我什么？刚才没动手前，你叫我小子，我不挑你的理。现在知道疼了，你说你叫我什么？哎呦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祖宗，我的小祖宗，来这边坐，这边坐。哼，这才对嘛。那谁，小孙子，小孙啊，祖宗我饿了，你下去整点吃的来，加辣。宗主出大事儿了！谁？是谁？竟敢偷袭本座！本座可是合体期修为，居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我，给我来一巴掌，当真是可恶！何方鼠辈，只敢藏头露尾吗？还不出来！宗主出大事了！您刚才是不是也被打了一巴掌？快来砸一峰一趟吧！啊！我操！撕裂空间，简直比电影特效还牛逼啊！帅，太帅了！撕，我也要撕！这巴掌印居然和本座脸上的一模一样。宗主，咱们脸上的巴掌就是这小子弄的，他受伤，咱们宗门里的所有人都要受伤。宗主，您居然没受伤？本座是何等修为，自然不会受伤。还好本座一开始就做了武装，不过确实奇怪，这掌印居然治愈不了。那个宗主，这指印好像只能等他自己好。九转还魂丹，宗主使不得呀！这小子才炼气2层，这要是吃了直接就炸了，我们全宗也得跟着一起炸呀！消失了，真的消失了！想必各峰主都被打了耳光，有所惊动。你就在这里看着他，别让他乱跑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他。本座去就回。宗主不愧是宗主啊，这气势压得我都快喘不上气儿了，还是得低调点儿。看啥嘞，老登？你祖宗我饿了，吃的怎么还没搞来？我这就去安排。臭小子！宗主师兄，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战逢3000弟子已经待命，只要师兄一句话，我霍清仓首当其冲。宗主，刚才我正在教育新收的弟子，好端端的就被打了一巴掌，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术法？会不会是有仙人对我等出手？不可能，何方仙人会如此无聊，戏耍我等？诸位稍安勿躁，事情的原委我也在查探。护山大阵安然无恙，宗门之内并无外敌入侵的迹象。宗主，没了，全没了，宗门的气运、天机全都没了。我以本命精血为引，卜算宗门未来，可那龟甲之上一片空白，不是凶兆，也不是吉兆，而是
一片虚无。你是说，咱们灵虚仙宗以后没气运了？我不知道。咱们祖师爷非收了7、8位，那都在仙界看着，上面有人，这气运还能断了？除非……行了，文师弟刚才说了，是一片虚无，虚无不代表没有，那是不可知。若是祖师爷在上面有什么大动作，蒙蔽了天机，你推演不出来，是不是也正常？这倒也有可能。若是涉及仙界大能的布局，我这点微末道行确实看不透。别自己吓自己，气运还在，只是咱们看不见了。这或许是机缘，也或许是考验。现在都回各自的山头去。文师弟，随我来。学灵隔音阵。师弟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但这事儿太大，大到灵虚仙宗能不能活过明天，全看这一哆嗦。师兄请讲，我受得住。不，你受不住，你要发誓，要发天道誓言，一定要发，必须发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，绝不能说出去，否则宗门必亡。我文千机今日在此立誓，无论从宗主口中听到何事，绝不外泄半字。若违此事，元神崩碎，永坠九幽。师兄，这事儿天道是不是不想听？师弟，如果我说咱全宗几万人的命现在都拴在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裤腰带上，你信吗？宗主您回来了。哎呦，你干嘛？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天机显化，因果溯源，给我看死！宗主，咱宗门没有什么切片研究的爱好吧？别怕，文长老只是在帮你看看身体。师兄，这回咱们宗门好像真的要玩完了。这可是宗主和天机峰峰主啊！平日里这些大人物都在云端飘着，连见一面隔着5里地就得磕头，现在居然平起平坐了，这牛皮够我吹一辈子了。以后自己在长老堆里那还不是横着走？宗主，是我放肆了，小的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站住！宗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孙长老，这件事的严重性想必你也清楚，你发天道誓言吧。弟子遵命，苍天在上，我孙守书今日立誓，绝不将蔡坤之事泄露。住嘴！在这里发天道誓言，你想害死全宗门？师弟，只是发个誓保密，你何至于？师兄，你糊涂啊！刚才在主峰大殿，我发誓的时候怎么了？遭雷劈了！他才炼气2层，天雷要是稍微劈歪那么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余波震到了这偏殿，把他给震死了，咱们不都得跟着开席？娘嘞！刚才自己差点一句话把全宗门送走，那怎么办？宗主，这誓我还发吗？发，必须发，不发你能守得住秘密？紫霄避雷盘，师弟，这是你为了渡大成雷劫准备了500年的保命底牌，这可是半星系啊！为了这小子的命，别说避雷盘，就是把老子的棺材本拿出来也得顶上。孙长老，你退远些，再退远些。好，现在可以发誓了。这阵仗怕不是要劈死我啊！不行，我也得做点准备。弟子孙守书今日在此立誓，绝不将蔡坤之事以任何形式泄露给他人知晓。若违此事，元神崩碎，永坠九幽。王德发，这尼玛也太夸张了吧！师兄，这回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天道不许，他根本就不允许我们把这个秘密守住。只要有人想发誓保密，他就用雷劈，这跟逼着我们灵虚仙宗去死有什么区别？师弟，你糊涂了。修仙修的是什么？修的就是逆天改命。引气入体那一天起，我们走的就是一条与天争命的路。
修仙者何曾怕过天？好一个与天争命！穿越而来，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这一世能踏上仙途，本就是偷来的造化，还有什么不敢争的？还有什么不敢搏的？这仙，老子修定了！这里的动静实在太大了，再待下去，恐怕整个杂役区的弟子都要被惊动。抓稳了！我操，也是让我体验到穿越虚空的滋味了。不错不错，就当提前熟悉自己未来的能力了。林北的说好的命根子，说好的火祖宗呢？这就给我弄丢了。那啥，宗主，您刚才是不是忘了啥呀？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，这靠北的玩我呢？咱这就这么不金贵吗？宗主您回来的真快哈！宗主，本座活了几千年了，撕裂空间这种事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今天居然栽了，还连着栽了2次。那个宗主，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因为宗门规定杂役弟子没有资格进入主峰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是说我师兄合体期大能的神通，还不如一本破规矩厉害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我好像必须严格遵守宗门里的所有规矩，什么身份就只能享受什么待遇，去什么地方一点都不能错。不是门规，是天道，是天道在借着门规的名义在针对你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好一个脑补怪，系统的豁天道杯，不愧是算命的啊，有事没事天道扛。身份，既然问题出在身份上，那本座就给你一个天大的身份。既然如此，从今日起，你蔡坤就是我灵虚仙宗唯一的圣子。师兄霸气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事，给个圣子名头，把这祖宗供起来，合情合理。那个宗主，恐怕还是不行。那个规矩好像要求我必须按照正常的流程，一步一步的晋升上去，外门考核、内门大比、核心试炼，少一样都不行。若是强行提拔，那就是走侯门，是违规。天杀的狗系统啊！作为主角走个后门走了，非得让我去挑大粪吗？炼气2层，杂灵根，经脉堵塞，资质下等，先天废身体质，这拿什么修？抓只猪来也比这小子修得快。这要是哪天磕着碰着，全宗都得跟着一起重开。师兄，这很简单，我改就是了。这是灵虚宗律，规矩是人定的，既然你必须按照规矩一步一步往上爬，那本座今天就把这路给你开了。这灵虚宗律上连着天道气运，你这一指头下去，搞不好就是欺师灭种啊！找到了，炼气7层。说好的开路呢？路呢？咱们要不先离开这儿？这偏殿的动静太大了，再待下去，恐怕整个杂役区的弟子都要被惊动了。对啊，师兄，我等糊涂了。宗门规矩是蔡坤不能去主峰大殿，可规矩没说咱们不能去杂役区啊。不愧是玄天大陆第一大宗门，连杂役住的都是独门独院，这条件可比我穿越前那个10几平米的小出租屋强太多了。地方小，几位别嫌弃，大家都坐，别站着。宗主，您这边请。
这就是灵虚仙宗杂役弟子的待遇，连条好腿的凳子都没有。本座站着就好。师兄，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，杂役区情况堪忧啊。你有屁就放。既然这因果绑定是因为他是宗门的一份子，那如果他不是了，你是说把他逐出宗门？只要他不是灵虚仙宗的人，那天道猛定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。到时候他伤他的，他死他的，与我宗门再无半分干系。天才，你他娘的简直是个天才！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不就是把问题本身解决了吗？操，这老登不会有什么龙阳之好吧？蔡坤，弟子在。你在宗门过得也不容易吧？想不想换个活法？使不得啊，老登，咱们伤害共享啊。比如拿着一大笔遣散费去山下当个富家翁。富家翁？还好是富家翁，不是其他的。等等，富家翁？富家翁，多富。是有10万灵石，还有一枚玉简，是山下一座1000亩庄园的地契，外加良田万顷，仆役1000人。另外，这是本座的私印，持此牌者受灵虚仙宗庇护100年。凡俗帝王见了你也得磕头，怎么样？我勒个乖乖，拿这个考验干部，那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。不过等等，我现在可是宗门的命根子，你拿我的东西来贿赂我，这老登是不是傻？宗主看我像是这样的人吗？我等修仙之辈，追求的乃是长生大道，怎能被这些凡俗之物所阻碍？您收起来吧。修仙讲究资质，你这杂灵根炼气2成就是顶天了，与其在山上耗死，不如提前享福。我也想躺在钱堆里平凡的过完一生啊，可我有挂呀。宗主我意已决，不必再劝了。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不愧是小祖宗，道心如此坚定，必成大业啊！蔡坤，你私闯禁地，虽然是被我们带去的，但按规矩你也得受罚，逐出宗门。我操，闯禁地，我不是没去成吗？当然，念在你那个挑粪有功，宗门会给你一笔巨额遣散费，这事儿没得商量，这是规矩。好，就是想把我抛弃呗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你们几个老登等着哈。行吧，既然宗门不要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既然郎情妾意，不对，既然双方都有此意，咱们特事特办，就在这儿把流程手续办了。这法子绝妙，虽然损失了点钱财，但保住了宗门的命脉。师兄，用印吧，这最后一哆嗦还得您来。好了，等会儿让孙长老送你下山，答应你的一样都不会少。我这么遭人嫌弃吗？穿越一场，修仙梦还没开始就碎了，我和灵虚仙宗的缘分就如此浅薄。也罢，只求系统给力了，不然真就只能躺金石堆，平淡的过完这一生了。师兄，我的寿元在流失。师兄，别愣着了，快毁了它！这玩意儿现在是催命符，火，用火烧。没用，这是天道契约，反火根本烧不化。我的个乖乖，这系统反噬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河道大能说死就死啊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宗门嗝屁？销毁，物理手段不行，法术手段无效，那就只能用最原始、最蛮莽，也是最不讲道理的方法。宗主，别过去！师兄这是在用本命元神硬磨，他在用自己的道行强行消化这份因果。给老子下去！活过来了！这味道真他娘的比雷劫还难吃。
这就是修仙界的大佬吗？这胃是铁打的吗？这么能造？那个宗主，您还好吧？要不喝口水顺顺？这祖宗打不得骂不得，还敢不走，无解啊！蔡坤，刚才的事儿忘了吧？那文书从来没存在过，你还是灵虚仙宗的杂役。弟子明白，想让我躺在灵石堆上过完平庸的秘生，嘿嘿，没想到吧，老登，赶不走我，哈哈。师兄，那接下来咋办？这送不走，供不起，规矩还卡着，咱们总不能天天守在这破院子里给他当保镖吧？既然规矩不能破，那就守规矩；既然赶不走，那就让他往上爬。他不是要修仙吗？那就修。来了，来了，终于要教我修仙了吗？蔡坤，你刚才说你想凭自己的本事，一步步晋升。是。好，有志气。只要你过了考核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外门弟子，离开这杂役区。到时候，本座就能操作得更从容些。那简直是太从容了，炼气2层，经脉堵得跟泥坑似的，就这资质，就这小身板，在试炼塔里不被啃成骨甲，我都说他命好。哎，师兄，你是不是被那文书噎糊涂了？这小子炼气2层，就算把丹阳当糖咋吃，也达不到炼气7层的考核门槛啊！而且那试炼塔里的机关魁楼可不长眼，万一擦破点皮挂了彩，那全宗门几万号弟子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次考核他必须过，不仅要过，还得过得漂漂亮亮，毫发无伤。这算命的老东西，瞧不起谁呢？小爷我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，那些凡夫俗子能和我比？小祖啊，刚才那是宗主跟你开玩笑呢，什么遣散费，那是宗门给你的修炼资源。咱们杂役区虽然苦，但宗门从来没忘了咱们，拿着，想买点啥买点啥，不够再跟我要。哎，拿着。不错不错，还是小孙懂事啊。收回去。这又是咋回事啊？我也算看明白了，规矩还是那个该死的规矩。杂役弟子月俸3块下品灵石，这就是规矩。你给他10万灵石，那是圣子才有的待遇。身份和资源不匹配，那就是违规。这还是在天道的眼皮子底下作弊。天杀的系统，10万灵石啊，那可是10万灵石啊！好歹也让我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呀！丹药呢？给点提升修为的丹药总行吧？你要是把高阶丹药塞他嘴里，估计丹药还没化开，咱们就先化了。自己堂堂合体期大能，什么时候被逼到这个份上？作弊也不行，资源不能给，这他娘得怎么玩？累了，毁灭吧！哼，师兄，既然不能把他开除，那咱们自己开除自己呢？你想想，天道绑定的逻辑是蔡坤是灵虚仙宗的弟子，那要是咱们所有人除了蔡坤全部退宗，然后蔡坤还是灵虚仙宗的弟子，他死他的，他活他的，跟咱们有半毛钱关系？这个想法太疯狂了，太离经叛道了，但也太他娘的有道理了。釜底抽薪，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啊！师弟，你真特娘的是个人才。宗主，上次见宗主这么笑还是上次，然后就吐血了。孙长老啊，到你报答宗门的时候了。自请退宗，孙守树，入宗1372年，因个人原因自请离宗。啊！宗主，使不得呀！弟子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开除弟子？弟子入宗1342年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弟子对宗门那是一片丹心向明月呀！谁说你犯错了？这是战术，懂不懂？把你开了，是为了救你的命。是啊，孙长老，只要你不是宗门的人了，以后这位小祖宗再有个头疼脑热，你就不用跟着遭雷劈了，懂了吗？好像是这么个理，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。这只是个实验，若是这法子管用，本座随后就到。我操，这老登可以啊，这脑回路不走寻常路啊，这是准备自己把自己开除了，重新注册公司啊？你还别说，是个办法嘞，就是不知道系统大大同不同意了。师兄，该用印了。师弟啊，师兄胃有些不好，若是这一次天道又有意见，师兄放心，此计万无一失。我是说如果出了问题，这文书
你来吃。师兄，其实我胃也……我的好师弟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有些没听清呢，能再说一遍吗？好，为了以后能过上安生日子，这纸我吃。好师弟，这就对了。好一个兄弟情深啊！看着点儿。师兄，好像没动静。成了，不疼，之前那种沉痛感也没有了，我自由了。宗主、文峰主，我没事，我也没挨雷劈啊！赌对了，这天道虽然霸道，但还是讲道理的。只要手续合规，他也挑不出理来。既然孙守轩已经不是本宗长老，那现在这钱是一个路过的散修看着杂役甚也赏给他的，很合理吧？骚年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人才，这点身外之物就当个见面礼。哈哈，好，此计大妙。只要咱们都退了宗，这灵虚仙宗就剩个空壳子给蔡坤留着。到时候咱们在隔壁山头再起个太虚仙宗，把人都接过去。这小子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咱们眼不见心不烦。执笔伺候，文师弟你也写。今日咱们师兄弟二人合力，把全宗上下的退宗手续给办了。演都不演了，摊牌了是吧？我人还在这儿呢，就开始挖我的墙角了？怎么回事？吸血亏空，本源受损，寿元流逝。宗主，我头晕，这是法则反噬。我明白了，天道绑定的逻辑不是蔡坤属于灵虚仙宗，而是灵虚仙宗属于蔡坤。咱们每退一人，都是在削弱宗门气运，都是在挖蔡坤的墙角。墙角一塌，蔡坤先死，咱们跟着陪葬。可恶！我的修为，师兄，赶紧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，快让孙长老重新入宗，把漏洞给补上。快写！师兄，咱们以后还是别瞎折腾了，这规矩咱玩不过他呀。3个月后外门考核，蔡坤，你给老子必须要过。完了，掌门师兄，你若是再不给个说法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50年啊，整整50年的寿元啊！就刚才那一瞬间都没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这是拿我的命在拉风伤吗？我也正要问这事儿。老子刚要淬火，手一抖，那一炉地阶上品的飞剑全废了。废了是小事，老子刚才感觉心脏都停了半拍。掌门师兄，你到底查得怎样了？都给我闭嘴！你裴断霄，把你那破剑气给我收起来！还有你们几个，都把威势收了，伤着了人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师兄，这小子是你私生子？死你大爷！他是你祖宗！你们这群蠢货！师兄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。裴断霄，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再敢露出一丁点剑气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说到做到。几千年了，师兄弟几人一起看过鸟，一起打过枪，现在师兄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，就为了这个杂役。师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竟让你如此紧张一个杂役弟子？难道这所有的变故都与这个孩子有关？那个各位大佬，要不咱们坐下来说，站着怪累的。坐，小子，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是哪个长老门下的？见了一众封主不跪，还敢？谭震，说话就说话，别把你的气息给我放出来。都把气息收下来，坐下吧。诸位，重新介绍一下，他叫蔡坤，
从现在起，别把他当杂役，那当什么？亲传弟子吗？把他当祖宗、亲祖宗。亲祖宗！都给我坐下！都几千岁的人了，还毛毛躁躁的。接下来的话，事关灵虚仙宗生死，听之前，你们7个必须立下天道誓言，绝不外泄半字。天道誓言，师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需要如此别问，先发誓再听。宗主还是疼爱他的师兄师妹的，电疗都不忘了带上他们，真的，我哭死。走，去找个没人的地儿再发誓。真的，居然是真的！荒唐！我裴断霄修道3800载，一剑破万法，合体期的大能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的脑袋挂在一个炼气2层的废物身上，他要是拉屎掉茅坑，我还得跟着他一起呛死，这他妈还修个屁的仙啊！又不是老子想这样，真他妈的哪个男主 P 的金手指都没有，还被一群人吼来吼去。不行，师兄，这事儿绝不能这么办，长痛不如短痛，直接把这小子开了不就行了？老裴，还得是你脑子好使，开了他，再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滚蛋，不就好了？诸位，这法子刚才试了，也就寿元蹦了一次迪而已。你是说，之前寿元流逝就是因为把这小子开除了？要不是当时师兄果断把那张逐出令给生吞了，现在估计整个宗门都开席了。吞了？味道一般，就是后劲有点大。不光如此，该试的法子我们都试了，之前的各种反应就是结果。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既然他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，那咱们这帮老骨头就给他当垫脚石，把他给老子垫上去。师兄，这小子明显不是修仙的料啊，干嘛非得逼他升级？咱们好吃好喝供着，派俩人在暗处守着，让他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不行吗？老韩啊，这小子才炼气2层，他能活多久？等他寿元耗尽，两腿一蹬，嗝屁着凉，咱们不都得跟着玩完吗？师兄，还是你深谋远虑啊！那个啥，各位宗主、峰主，今天的粪我还没挑完，要是再不去，就得受罚了。挑粪？挑什么粪？不用去了。规矩，又是这该死的规矩。你去吧。天杀的系统啊！老子现在可是身穿10万灵石巨款的有钱人，居然让我去挑粪！青青，身为杂役，需恪尽职守，任务未完，视为违规哦。挑粪？挑什么粪？就这小身板，磕到碰到怎么办？走，我跟你去，这粪老子来替你挑。我也去，此等大事不容有失。没错，护道必须护道。好感动，我还以为这些大佬都给我闭嘴！8个合体炼虚期的大能，跟着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去挑粪，去护道，你们生怕天道看不见是吧？嫌自己命长？是啊，狗系统不同意啊。哎，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啊，没人疼啊。就这么让他一个去，万一那个不长眼的弟子跟他起了冲突，推了他一把，这狗老天太他妈不要脸了，纯恶心人。各位师兄师弟，咱们好像都钻牛角尖了。天道不让我们保护他，可没说咱们不能遛弯吧？我们只是觉得后山风景不错，想去散散心。神识也只是恰好扫到了他，只要咱们不让他知道我们在，这能算违规吗？这只能算巧合。遛弯？对，遛弯。韩震、裴断霄，本座现在命令你们2人即刻起前往杂役区后山，给本座好好遛弯。是。这狗系统明明自己拿的是主角剧本，虽然是废柴流，但怎么说也是主角啊！居然让主角挑大粪，真的是给穿越者同胞丢人啊！我操！哎，老裴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。看这小子挑猪粪，简直比我当年渡劫还紧张。我修道3000载。今日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大恐怖。
成了，看来陆师妹这个遛弯的法子可行。师兄，我刚才在想，既然遛弯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天道默许了，那是不是说明只要咱们做的够巧合，他就管不着？既然如此，如果是机缘呢？机缘？对，机缘。你们想，修仙界最不缺的是什么？是那些前辈高人留下的洞府、遗失的秘籍、跌落山崖捡到的神功，这些都叫机缘。蔡坤自己走在路上，不小心掉进一个山洞，发现一本绝世秘籍，这管我们什么事？只能说他运气好，这是天道对他的垂怜。嘿嘿，要是咱们恰好知道那个山洞在哪儿，也恰好把一本咱看不上的功法丢在那个山洞里，这算作弊吗？这顶多算是帮天道完善一下机缘的细节。还能这么玩？文师兄高，实在高。师弟，你真天地是个天才。对啊，这法子绝了，咱们可以安排他恰好采到一株千年灵药，也可以让他无意中闯入一个上古残阵，领悟阵道真解。老子可以把战斗手札不小心丢在茅房里，等他去挑坟的时候捡到。是啊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不过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这第一步就从外门考核开始，修为是硬伤。师弟，你鬼点子多，你说这第一份机缘咱们该怎么送？修为是根本，炼气2层到炼气7层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所以这第一份机缘必须是能让他修为在短时间内暴涨的东西。丹药最快，可高阶丹药他也吃不了，低阶的又没用，所以只能是功法。可蔡坤他资质太差，虽然有些邪修功法可以一日千里，但副作用也极大，平和的功法效果也不好，他练100年也到不了炼气7层啊。那就是功法不够好。藏经阁数十万功法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一本，造也要造一本出来。对，师弟说的对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机缘也是人创造出来的。现在起，咱们换个活法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也要上，但是方法必须温和，毕竟他破点皮，咱们就得断根骨头。师兄，功法是好，可他的根骨是块废物，再好的种子种在石头上也开不出花。师妹有何高见？我峰内有一株9窍玲珑藕，3000年才长成，凡人吃了都能脱胎换骨，生出灵根。只是此物药性霸道，凡人服用需受749日丝筋裂骨之痛。不行，会痛的，一概不行。师兄，谁说一定要让他生吃了？我把这它榨成汁，稀释100倍，然后让蔡坤在无意间得到，并交代只能慢慢吞服。这算不算机缘？好，这法子好，就这么办。诸位，功法、天材地宝、法宝、丹药，这所有的一切，现在都给我去想办法，让它变成机缘。切记，一定要合理，绝不能让他察觉到是咱们在背后安排，否则天道必会察觉。是，宗主师兄。都去吧，记住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我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，一日3餐，怎么说也得吃点上档次的，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自己的肚子啊！必须安排。他走了，他走得好慢。他会不会摔倒？不对，他去的方向不是灵兽园，是杂医院的偏殿，孙守玄那老小子的地盘。坏了，要出事！这小子要是招惹了那个外门弟子，非一顿毒打，后扔去喂妖兽，这不坏菜了吗？孙守书，你他娘的给老子注意点！人过去了。谁过去了？蔡坤。完了，小祖宗又出来晃了，不行，自己得快点出去，万一小祖在门口摔倒了怎么办？不行，就这么直愣愣的冲出去，又显得太刻意、太热情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！哟，蔡坤，
这么早，这是要去干活吗？就问我这演技自不自然？你叫我什么？老登。哟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叫小祖宗，小祖宗才是。那个小祖宗啊，不知您有何贵干啊？也没啥大事。昨天你送的饭不错，今天想来买一份。买饭啊？您早说啊，我安排人给你送去吗？不可，规矩不可破。你还知道规矩不可破呢？你倒是对我尊敬点啊！是小的糊涂了。来，里面请。这边请。不知小祖宗想要哪一种款式的？这里的分别是3块、4块、5块下品零食。不错，就拿5块零食的吧。给我拿10份先。这儿有100枚下品零食，多的就当赏给你的吧。不愧是小祖出手就是大方。小祖宗，咱们修仙之人还是得想法子提升实力。我跟你说，咱们杂役区东头有个小坊市。小坊市？对，就是咱们杂役弟子自己凑起来的个小坊市。那地方鱼龙混杂，东西也乱七八糟，大部分都是些破烂。不过嘛，偶尔也能从那些破烂里淘出点好东西，就看你眼力怎么样了。大闪，今天什么情况？这么多人？蔡坤，你来了。丰阳今天大规模产崽，那些都是御兽峰下来帮忙接生的外门师兄。丰阳好啊，烤着吃最香了。回头得让小孙搞个丰阳套餐尝尝。杂役区后山好像有机缘出世，应该是灵药。嘘，别声张。机缘，后山有机缘。蔡坤啊，杵在这儿干什么？你的粪挑完了？好你个管事，居然敢吼你祖宗！要不是怕身份暴露过多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，非得抽你不可。不行，必须得让小孙给他找点小麻烦。机缘在后山，下次必须得去看看。师兄，他刚才是在听吧？应该听到了。那峰主交代差不多了，剧本已经递过去了，就看他这个主角上不上道了。快来买呀，便宜喽！既然后山有机缘，那我必须做好万足的准备，先买点东西装备一下。昨晚峰主召集我们一起发誓，应该就是为了眼前这人，真有这么邪乎吗？别紧张，按照剧本走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好的，峰主。要开始了，小师妹，第一次摆摊吧？摊位费交一下，一个摊位半块下品零食。师兄，师兄，我娘病了，摊位费能不能先欠着？我管你娘是死是活，不交摊位费，这摊就别摆了。好啊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然有如此善意之事，不对劲。这演技还不如短剧演员呢，差实在是太差了。还有这剧情是不是有点太老套了？这尼玛这群看热闹的，围着就围着吧，就留一个口子对着我。这他妈不会是仙人烫吧？这套路我熟啊，自己要是上去，估计下一秒就被这伙人围住，转头就给我来一句：“兄弟，你把我飞剑给碰坏了。”想讹我，还是太嫩了啊！他怎么不动了？可能是被吓到了吧，毕竟修为太低。这剧本不对啊，他不应该热血上头冲出来吗？不给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一根都卖不出去！我的药！他退后了！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好像在看戏。唉。演得不错，下次别演了，都有手有脚的，找个班上不好吗？想讹我，你们还是太嫩了。这块零食就当辛苦费了。哼，小样儿，跟我玩这套，你们还嫩了点。师兄，别担心，刚才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好戏呢。
方长老，该你上了。我在藏经阁装死装的好好的，还是被楚九章那老狐狸揪出来挨了一顿雷劈，到现在脑瓜子还是嗡嗡的。算了，宗门的命都在那小子手里捏着呢。那是楚代。嘘。小兄弟，别喊，见者有份儿，见者有份儿嘛。这剧情咋这么熟悉呢？刚才那个英雄救美虽然烂俗，但好歹还有个美女，这回换个糟老头子。这老头看着像个乞丐，竟然能随手抹除别人的神识印记。虽然是个低阶储物袋，那也得有点道行才行啊。不过，大爷，您身手不错啊。嗨，混口饭吃。怎么就一本破书？晦气，真他娘的晦气！看着穿的人模狗样，兜里比我都干净。咱们既然捡到了，就是缘分。但这东西只有一个，也不好分。老头子我呢，都这把岁数了，对修炼也没啥指望了。这破书给我也是擦屁股，倒是这袋子还能换2两酒钱。要不这样，袋子归我，书归你。这书虽然看着破，保不齐是什么神功秘籍呢。熟，太熟了，这不就是前世火车站门口卖假古董的骗子吗？哎，大爷，你看我这祖传玉佩是刚买的，家里出了急事，便宜卖给你。这剧本简直一模一样。这可不是什么破书，这可是从上千本低阶功法里精挑细选、拆解重组出来的一本绝世奇书，无痛、速成、无副作用。只要蔡坤练了，不出半个月，就能毫无知觉地冲到炼气7层。接啊，快接啊！大爷，我给您盘盘这道啊，您把值钱的拿走了，把这个一看就不值钱，甚至可能是哪个门派丢失的孤本禁书扔给我。回头施主找上门来，您拿着没记号的袋子，逍遥快活，我揣着这本可能有特殊标记的破书，人赃并获。到时候我不光得把书吐出来，还得赔人家的袋子钱，搞不好还得挨顿打，甚至被送去执法堂。大爷，咱能不能少点套路，多点真诚？这种丢包分钱的老掉牙骗术，我在老家那会儿，3岁小孩都不信了。不是，这真是机缘，真是好东西，我没骗你，我图啥呀？图啥？大爷，我看您这身手，干点啥不好，非得出来骗人。您不就是图我兜里那几块零食，想让我给您背锅吗？这书您留着擦屁股吧。那个宗主还有本子吗？要是没了，那小祖宗看样子是打算回去了。有，必须有，这次绝对成功。阿旺，到你了，拿出你的看家本领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师尊放心，弟子已准备妥当。看来这修仙界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全是套路。哟呵，熟人，这不就是在灵兽园干活的那个张小花吗？咋还来算命呢？道长，您说的太准了，我确实是家中行三，上个月老家来信说老母病重，我正发愁这灵石不够呢。今日贫道只是路过，与你有缘，这挂钱就免了，去吧。哟，不出3日，算命现在都不收钱了吗？还是说是什么新型骗术？道长，给我也算一卦。不算。哎，几个意思？刚才那姑娘你都给算了，怎么到我这儿就不算了？歧视男同胞啊？无缘。讲缘是吧？这缘分够。鱼儿上钩了。唉，既然施主执意要问，那贫道就破例一次。施主想问什么？问前程。我想知道修仙这条路子，我到底能不能走通？把手放上来。天机显化，命力自明。起！成了！只要阿网这罗盘一转，随便扯2句卦词，指引他去后山，这儿就成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个炼气期弟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命格？漆黑混沌，连天道都无法窥视的深渊，这
整个灵虚仙宗的气运总和。我操！我操！道长，你这是内伤发作了。完了，维持不住伪装了，师尊不会砍了我吧？台词还没说完。后山有，这算命这么费命的吗？道长，完了，不会闹出人命吧？但他怎么还变年轻了？这道长到底什么人啊？我明白了，仙侠文里这种都是下山历练，但现在怎么办？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能够联系师门的令牌？坏了，光顾着交代剧本，忘了跟这傻小子说别真算。我一个合体期都差点把命算没了，他拿个破罗盘就敢往里探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师弟，你这徒弟行啊，这血喷的多有层次感，这脸色白的跟真的一样。为了演个戏，连9转还魂丹都用上了，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点？这老头是啥时候出现的？让小友见笑了。贫道是这猎徒的师傅，他偷偷下山，直到方才命牌碎裂，贫道才赶来。那个老头，这位小道长没事吧？你也看到了，猎徒学艺不精，强行推演天机，遭了反噬。今日这卦怕是算不成了。小友，这是小友刚才给的卦金，既然卦没算成，这钱理应退还。道长您这就见外了，这钱您收着。小道长是因为我才遭的罪，钱不多，您拿去买只老母鸡，给小道长好好补补。这啊，道长拿着，刚才要不是我非逼着他算，他也不会这样，您别嫌少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您要是不收，那就是看不起我蔡坤。唉，小有仁义，既如此，那贫道就替猎徒谢过小友了。老道长，刚才这位小道长晕倒前指着后山说有什么，不过话没说完。来了，这小子终于咬钩了。小友，今日之事你就当没发生，那后山之事不可说，不可问，更不可探。猎徒只是想窥探一二，就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若是强行去碰那份因果，只怕是有命拿，谋命享。切记，不可多言，不可深究。我去，飞走了！这老道是绝对个高手啊！那岂不是说之前的2个外门师兄说后山机缘，现在这道长说后山危险？看来后山真有宝贝。至于有命拿没命享，这不开玩笑吗？我可是主角啊！看来这后山我是非去不可了。怎么样？那小子信了吗？信了，不仅信了，还给了我几块灵石当医药费。好，这小子是个讲究人。既然他信了，那接下来韩师弟、花师妹，该你们俩上场了。这后山的机缘，务必要布置的天衣无缝。这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？一把锈烂完了的剑，都敢说是上古血锈，这破地没一点好东西。哥们儿，打听个事儿。大爷，您说我在这片混了10几年了，无所不知。那这附近有没有点上档次的地方？您这就问对人了。像大爷您这样的有钱人，必须是外门集市才适合您啊。往北走10里，那是外门集市，什么法器、丹药、符箓应有尽有。这才是修仙人该有的生活啊！土包子，我现在是微服私访的富豪，不跟这些眼皮子浅的一般见识。当务之急是去搞点装备，为后山机缘做准备。哎，干嘛呢？走错地儿了吧？杂役去后面那条街捡漏去。这是你这种瞎了你的狗眼！客官，里面请。手下人不懂事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咱多宝阁看人，从来不穿什么衣裳，那是看气质。就您那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的气度，一看就是来扫货的大主顾。这胖子有点东西啊，和小孙有的一衣啊。掌柜的，
把你们这儿最好的炼气期能用的装备、丹药都给我摆上来，别拿那些破铜烂铁糊弄我。爷不差钱，只要东西好，价钱随你开。这储物袋撑起来的形状，这落地的声音，这少说也得有几万灵石，大肥羊啊！好嘞，爷您稍后，把镇店的炼气期宝贝都给老子端上来。这把法剑怎么卖？爷，您眼光真好，这可是炼气大师的手笔，只要800灵石。买了。这你妈！那个爷，这青霜剑起步得炼气5层的灵力才能催动，您这合着自己买回来只能看呗？换，给我找不用灵力就能用的。掌柜的，就没有那种傻瓜式的扔出去就能炸，不需要我有什么操作的？有，此物名叫天雷子，这玩意儿里面封印了一道雷霆之力，不需要灵力催动，只要拔掉这根引心，往外一扔，轰！炼气后期以下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这不就是修仙版的手榴弹吗？这玩意儿好使啊，简单粗暴。这个好，给我来100颗。多少啊？100颗？这祖宗要干嘛？炸山吗？100颗天雷子堆在一块儿，稍微有点震动，那就是连环爆。他把自己炸成灰不要紧，咱们这帮老骨头也得跟着升天啊！爷，您是我亲爷，这玩意儿可不兴买这么多啊，它不稳定啊。您要是揣100颗在怀里，万一走路摔一跤或者碰着磕着了，那不用敌人动手，您自个儿就先去见阎王了。啥玩意儿还能自爆？那不是随身带着个火药桶吗？不行，还没爽够呢，这可不能死。那还是算了，攻击装买不了，那防御装总行吧？掌柜的，给我来件最好的法袍，要那种防御力最强的，穿上能扛揍的，不需要我输灵气，被动触发的那种。这个必须有。哇，这件流云金丝甲，虽说是法袍，但这夹层里用金丝软甲编织，上面还固化了3个铁壁阵，只要受到攻击，阵法自动护主，筑基期高手的全力一击都能硬扛一下。不过这套是拆卖品，里面的已经被人定了。就没其他的了吗？这个外袍是整个多宝阁防御最好的，之前没人买得起。价钱嘛，4000，哦不，3000下品灵石，买了，不就3000灵石，洒洒水罢了。就这破烂，还能扛筑基期一击？我看连只大鹅都防不住。韩师弟，这就是你们气风流出去的东西，丢人！等他去了后山，得在那坛底给他放一件像样的。这破布穿在他身上，我都觉得寒碜。还有没有不需要灵力操控，往身上一贴就能用的那防御类法宝？越抗揍越好。玄武护盾，300年灵龟的背匣打造，不需要灵力，遇到攻击自动护主，能扛筑基初期全力3击。包起来。符箓呢？把你们这儿威力最大的符箓拿出来。爷，不是我不给您拿，这高阶符箓引爆它也是需要灵气引导的呀。以您这目前的修为，低阶的呢？最低阶的火球符、冰剑符、厚土符，这种总不需要多少灵气吧？这种不需要，只要一丝灵气引动就行。但是爷，这低阶符箓威力有限啊，打个兔子还行，真要对敌，少废话，一张炸不死，我就用10张，10张不行就100张，给我来1000张。火球符、冰剑符、神行符、金刚符，只要是能用的，给我按斤称，我就不信了，用钱砸还砸不死个怪。爷，您下次再来哈，给您最大的优惠。西远，小爷我来了。这小子还是不太行，太怂，太谨慎，对外界充满了不信任。这种心态，就算把他骗到后山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他估计掉头就跑。得给他壮壮胆。壮胆。对，得让他觉得自己行。让他打个胜仗，哪怕是个小的，让他觉得
这修仙界虽然乱，但他那一身装备不是吃素的。只要有了信心，人的胆子就肥了。那找谁去当这个靶子？人是不行了，蔡坤现在看见人就觉得是骗子。这活归我了。人不行，那就上兽啊！这小子不是刚买了那么多符箓和法宝吗？正好给他个机会试试手。挑个长相凶恶，看着能吓死人，但实际上战斗力只是渣渣的灵兽过去，就埋伏在他回杂役区的必经之路上。到时候那灵兽一跳出来，吼2嗓子，这小子吓得扔2张符，然后那灵兽嗷的一声倒地不起，甚至还能配合着吐2口血，既满足了他除魔卫道的快感，又让他觉得钱没白花，信心这不就来了吗？行，就这么办。牧师弟，你亲自去挑，记住一定要看着凶，越凶越好，能把小孩吓哭那种，但绝对不能有任何杀伤力。太危险了，这外门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还是杂役区好。虽然臭了点，但那里的人单纯啊。谁？别装神弄鬼的，我看见你了。这是妖兽，这怕不是要开席啊！失误，这老狗岁数大了，支气管不太好。别废话，看蔡坤怎么应对。这么多符箓砸下去，就算是一头猪也能堆出点动静，好吧？怎么办？要死啊！这尼玛谁见过这阵仗啊！妈的，不管了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妖孽看招！缩头乌龟，这反应倒是挺快的。风刃符，切死你！缠绕符，捆死你！冰锥术，扎死你！后土符，压死你！我求符，去死吧你！奸商，王有才，你个生孩子没星星的奸商！这就是咱们宗门卖出去的符箓。这不是符箓的问题，是灵气的问题。炼气2层，灵气过于稀薄，再好的符箓到了他手里也就是个滋水枪。完了，这小子没招了。我尼玛，几千张符箓，几千灵石啊！就听了个响，这怪兽是铁打的吗？不能行了，我都摆好姿势准备躺下吐血了，你倒是用力呀！别得意，看老子不炸死你！老子还没拿出真正的实力呢。不好，快救狗！那是天雷子，这玩意儿不需要灵气引导，那可是真伤啊！别急，你看。吓死老子了！这小子没把引到，造孽呀！那是拉环似的，他当石头扔的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再不回去，食堂的夜宵都没了。眼前这个两脚兽又菜又爱玩，没意思。尼玛，这是嫌我菜，觉得杀我太掉价，怕脏了嘴。好，很好，这就是你说的。看着凶一碰就倒，他倒了吗？他没倒，不过他倒是把咱们的希望给整倒了。师兄，这不能怪我的狗啊，他已经很努力在演了，是这小子，他太菜了。这小子现在的心气彻底被打没了，估计他现在觉得修仙界处处是危险，只有那个狗窝最安全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这孩子算是废了，咱们也跟着废了，等死吧，也就100来年，眼一闭一睁就过去了。各位师兄，或许是我们想错了方向。刚才那一战，问题还是出在蔡坤本身，他扔符箓的手法简直是灾难。
天女散花毫无准头。容师妹的意思是，很简单，既然功法、丹药这些提升自身修为的路子都走不通，那我们就教他如何正确的使用符箓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撒逼玩家。难道我真的是太菜了吗？我菜？我哪里菜了？我一个刚修仙没几天的萌星，只知道怎么使用清洁符的小白，面对一阶妖兽，我跑了吗？我尿了吗？没有，我正面硬刚了。我花了上万的灵石，我把能用的装备都用上了，结果呢？那符箓跟纸吊一样，那天雷子连个屁都没响，这他妈的是质量问题啊！多宝阁就是家黑店，卖给我假冒伪劣产品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王有才，你个死胖子，你等着，我非得带执法堂的人去查封你的黑店不可。您好，我是多宝阁的售后执事柳如烟，因您昨日在本店消费数额巨大，特来做个回访。你家产品好得很啊，好到我花了几千灵石买了一堆烟花，放给那妖兽看了个爽。你看看我炼气2层的小萌新，我容易吗？我攒点钱想买点保命的东西，结果呢，几千张符箓扔出去，连那野狗的毛都没了断一根，反过来还被那野狗羞辱了一顿。你知道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打击吗？这位师弟，您先别激动，符箓没有起到效果，可能不是符箓本身的问题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您操作不当？哈哈哈，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，经典，太经典了。手机卡了是你不会用，电脑死机了是你操作不当，符箓没伤害是我扔的姿势不对。我一个炼气2层的萌新，我操作不当，我承认。可你们卖东西的时候，说明书上写了吗？你们有派人教我吗？没有。现在出了问题，就把锅全甩我头上。你们这售后可以啊？我没有，我真的只是想教你。教我怎么把这堆废纸扔得更好看一点吗？来，你看着，火球符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花了几千灵石买回来的宝贝。你现在告诉我是我的问题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明明是你手法不对。好，是我手法问题，你们没有问题，都是顾客的问题是吧？完了，一激动把人骂哭了。哎，你别哭啊，我声音是大了点，但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骂那个王有才，对，就是他，都怪他卖假货。哎，行了，我错了，行吧？让你教总行了吧？真的？真的。你刚才那样扔是不对的。符箓是死物，人是活的，你要用你的灵气去勾动符箓里的阵眼，引起共鸣，而不是像扔石头一样把它扔出去。看，就像这样，轻轻一点。学会了吗？勾动共鸣。我就说是假货吧，你那是特供版，我这是拼夕夕版，这就是区别对待。我不学了，退钱。不是假货，真的不是，是你灵气太少了，根本冲不开阵眼啊。少？你看不起谁呢？我炼气2层怎么了？炼气2层就没人权了吗？你们卖东西的时候怎么不在包装上写着炼气2层与狗不得购买呢？傻丫头，跟他讲什么原理？他要有那灵气，还需要你教？直接教天罡引灵指，教他掐诀，用特定的手势。师弟别急，我还有办法，不用灵气也能想，真的。不用灵气？你刚才不是还说我不行吗？刚才是初级教程。其实符箓还有一种隐藏的开启方式，那是只有我们要尊贵的客户才能学的。VIP， 展开说说。这叫灵犀一指，只要按照这个手势，在符箓的前位上轻轻一划，就能利用天地灵气引爆符箓。真的？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是在忽悠傻子呢？你试试。啊？灵犀一指，去！荣叔，你疯了吗？教他天罡引灵指，那是金丹期才能掌控的秘书。这一炸，要是把他自己给崩死了，咱们全宗都得给他陪葬。我也没想那么多啊，我就是想让他听个响声，谁知道这小子悟性这么高，一次就学会了。哈哈哈，牛逼，太他妈牛逼了！看见没？这是我扔的，这就是灵犀一指吗？这就是 VIP 特权吗？爽，真他妈爽，这才叫修仙吗？这哪里是废纸，这分明就是一个个等着我去引爆的核弹头。发了，这下真的发了！什么妖兽，什么后山，
就算是那宗主楚九章来了，老子也敢赏他2个火球尝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姑娘，刚才错怪您了，您可别见怪啊。下次一定再去多宝阁消费。至于今天，还请姑娘务必教我把这一沓符箓全都练会了。灵犀一指，去！炼气2层，以前我唯唯诺诺，那是没掌握核心科技，现在掌握了这种 VIP 专属的开启方式，我还能受这气？居然敢嘲讽我！作为穿越者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今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，那条狗必须得死！这煞气，他是要去寻仇？寻仇？坏了，他是去找昨天那只大黑算账的。大黑呢？还在那儿蹲着吗？哪能啊！演完戏我就把他撤回来了，这会儿估计正在零售园吃早饭呢。快，把他扔回去！马上，立刻！蔡坤现在自信心刚建立起来，正是膨胀的时候，必须让他打，还得让他打赢。出来吧，别躲了！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不是翻白眼吗？来啊，出来单挑啊！又是这个菜鸡，戏还没演完吗？好，很好，死到临头还敢这么狂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末期少年穷！赢 ！VIP 至尊连招启动，冰锥斧，给我动！啥玩意儿？说好的演戏呢？好，往哪儿跑？冰火2重天，听个响吧你！哼，花里胡哨，在我这超能力面前，一切防御都是纸老虎。这就是低阶符箓，5张火球符，3张冰锥符，配合那个天罡引灵指的手法，居然打出了筑基初期全力一击的效果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，这就是技巧的魅力。好，打得好，虽然有点费钱，但只要这小子敢打能打，那就是好事。这下信心有了，手段也有了。各位师弟师妹，准备清场，通往后山的路给我铺平了。这次谁也别想拦着我们的祖宗去拿机缘。这特么是人干的活儿。这要是会个金术，手指头一点，一道金光过去，虫子就成2截了，连叶子都不带伤的。可现在总不能拿火球符炸吧？光会扔符箓还是太被动了，得搞点功法练练，不用太高级，什么金指、灵雨术之类的，好歹能让我在干活的时候潇洒点。听见没？他想要功法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既然他想学，咱们就一步到位，直接给他塞天阶的。师兄，直接给肯定不行，天道那个老滑头还在看着呢。再说了，这小子防备心太重，你要是敢直接把玉简扔他脚底下，他能当场给你踢进粪坑里。那怎么办？不能让他去藏经阁借吧？那就只能做局了。累死爹了，必须得学法术。这种苦日子我是过够了。多宝阁既然卖符箓，应该也卖功法吧？咦？蔡坤，你干嘛？走路都没声音的吗？想吓死我啊！柳师姐，看你在这儿发呆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
柳师姐，你这年纪看着比我还小吧？怎么就跑来多宝阁这种黑店打工了？那王有才没欺负你吧？我不是正式的伙计，我是福禄峰的外门弟子，来这里只是兼职。我灵根不太好，修炼耗费的资源多，想自己赚点零食买丹药。福禄峰的弟子还出来兼职，这修仙界果然不是那么好混的，没背景没天赋，在哪儿都一样，不容易啊。走，我现在就要去找王有才买点东西，你也跟着吧，也好有些提成。买什么东西啊？功法。我早上去灵芝园干活，你知道吗？抓了一天的虫子，就这么用手一个一个的捏，那绿色的汁水溅得到处都是。我要是会个什么公金指、灵雨术的，哪儿还用受这份罪？师尊果然神机妙算，连蔡坤想买功法都算到了。蔡师弟，你想买法术，可千万别去多宝阁。为什么？那王有才卖的东西又贵又坑。我知道一个好地方，那里什么功法都有，而且价格公道。真的？什么地方？你真想去？当然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你这不用跟你们的黑心老板请个假吗？矿工可是要扣零食的。没事儿，一个兼职而已，朋友的事更要紧。朋友吗？哎，慢点慢点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么着急？好地方，保证你满意。停！怎么了，师弟？柳师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外门执法堂？你不是说带我来买功法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昨天把小院的墙炸了，心里不痛快，故意把我骗到这儿来，想让执法堂的人抓我吧？妈的，说好的朋友呢？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吗？不是的，师弟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自首吗？师弟，你想想，我们灵虚仙宗10几万弟子，分布在各个山峰，人一多，是非就多，平时磕磕碰碰，各种纠纷总是难免的吧？不过这跟我买功法有什么关系？而在所有纠纷里，最多的就是灵石借贷的纠纷。修仙界也有贷款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执法堂就要管啊！那些欠了灵石又不还的弟子，执法庭就会出手，把他名下的东西全都收走，然后拿出来拍卖，用拍卖得来的灵石还给那些借出灵石的债主。拍卖？法拍？嘿，法拍这玩意儿确实好啊，它便宜啊，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扯皮，可架不住那价格香啊。柳师姐，你真是我的好师姐啊！带我来这种地方捡漏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。待会儿进去了，你看上什么只管开口，师弟我给你拍下来，就当是带我来这儿的谢礼。欺骗这么个老实的杂役师弟是不是不好？站住！拍卖种地，闲人免进。这位师兄，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。参加拍卖会？就凭你们？今天的拍卖会座位有限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去的。哼，来了来了！经典的反派轮套看门狗桥段。这位师兄，不知道这拍卖会需要什么资格才能进？看到没？300块下品灵石，这是最低的见增门槛，拿不出来就赶紧滚蛋。原来如此，不就是验证吗？来，师兄，你给验验。这他妈得有多少？3000、5000？看这架势，少说也得上万啊！一个杂役弟子，随手掏出上万灵石，师弟，够吗？哼！够了，够了，绝对够了！师弟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这感觉才对味儿嘛。蔡师弟，财不露白啊！修仙界里为了灵石杀人夺宝的事情太多了，你怎么能把灵石都给他们看呢？没事儿，师弟我心里有数，开玩笑。这可是灵虚仙宗，那群大佬一个个都盯着我呢，有哪个不开眼的，敢在宗门里对我动手？不错不错，文师弟这2个站岗活少，你从哪儿找来？这演技浑然天成，收放自如，尤其是那句阿猫阿狗，简直是点睛之笔。那是法风楼师妹座下的弟子，平日里就负责看守山门，驱赶闲杂人等，算是本色出演。你看蔡坤那小子，刚才进门的时候，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，这虚荣心满足的那叫一个到位。哼，是啊，要不是知道是演戏，我刚才都想下去给他们一人一锤子。文师弟这次总算是摸对盲路了。这小子吃软不吃硬，还吃捧。等下的表演你们就看着吧，直接拿捏。这才对嘛！
这简直和小说里一模一样啊！听说了吗？这次有不少好东西，都是从长乐坊那个老赖手里抄出来的。长乐坊那个姓钱的，他不是元婴中期吗？执法堂动得了他？嘿，你不知道，他借了丹峰一位真传师姐的灵石去赌，结果输了个底朝天。人家师姐一纸诉状告到执法堂，谁敢不给面子？元婴修士都被法拍了。那位师兄不是剑锋峰主座下最受宠的亲传母弟子吗？还有那位师姐不是丹峰大师姐吗？这些人都是那天晚上在后山跟我一起被天雷劈过的家人啊！为了这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，宗门竟然出动了上千名内门、外门乃至亲传弟子和长老，陪他演这么一场大戏。这手笔简直丧心病狂！师姐，发什么呆呢？咱们得找个好位置，视野开阔，方便举牌。怎么回事？来晚了吗？哎，前排的好位置都没了。这位师弟若是不嫌弃，可否来我这边就坐？师弟，是不是没找着好位置？我这儿有啊，第2排正中间，视野开阔，举牌方便，保管你看得清清楚楚。黄牛，他娘的，修仙界居然连黄牛都有！师兄，你这位置怎么卖？不贵，师弟，一个位置3块下品灵石，这可是全场最好的位置，绝对物超所值。蔡师弟，太贵了，咱们就站过道上看也一样，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。咱们既然来了，就要享受，钱是小事，体验感最重要。师兄，你这2个位置我都要了。讲究，师弟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。提前来站在，风里来雨里去的也不容易。3块下品灵石，我看值。师哥，带路吧。师弟敞亮，我最喜欢跟师弟你这样讲究的人打交道。这边请。这小祖宗还真是把演戏当真。太满意了，这场景太眼熟了。杂役弟子坐全场最好的 VIP 宝座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想想都刺激。不对啊，剧本不应该是我扮猪吃虎，恶少嚣张跋扈，然后我掏出灵石啪啪打脸，最后引得全场震惊，美人侧目的吗？小说误我啊！是执法堂的苏白师叔！天哪，今天的拍卖会居然是苏白师叔亲自主持！苏白师叔可是化神期的大能，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今天居然能见到真人，不虚此行啊！诸位师弟师妹，诸位同门，欢迎来到由外门执法堂举办的伐诺物品拍卖会。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苏白，那就是宗主口中关乎着整个灵虚仙宗命脉的小家伙，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。闲话不多说，规矩我就不多说了，价高者得。本次执法堂伐墨物品拍卖会现在开始。这次必须得过把瘾，拍个爽。第1件拍品，3阶下品灵兽雪云狐。此兽性情温顺，无任何攻击力，适合作为道侣灵宠。起拍价3000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。这玩意儿好啊，买回去当个看门灵兽也不错，没事还能撸一撸。蔡师弟，别冲动。这只雪云狐虽然现在只是3阶，可它成年后修为能稳稳达到化神期。你现在才炼气2层，就算有主仆契约在，可你们俩的修为差距太大了。他一个无意识的灵气波动，都可能把你震成内伤。有道理，这怎么回事？如烟这丫头怎么还拦着他？咱们费这么大劲，不就是想让他拍点东西吗？稍安勿躁。接下来是第2件拍品，4阶上品灵剑流光剑。此剑全本是一位元婴剑修的神兵，催动之时，剑身化作一道遁世流光，遁路之快足以划破虚空。起拍价4500下品灵石。灵剑，这我熟啊，之前在多宝阁那把破剑都要800灵石，这把听着就高级多了，居然只要4500起拍，搞，这个必须搞。蔡师弟，你忘了在多宝阁的事了？你连1阶的法剑都驱动不了，这4阶上品的你买回去干嘛？当烧火棍吗？是啊，当烧火棍吗？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唉，好，成交。流光剑以5100灵石的价格被拍走了。第3件拍品，5阶丹药凝神丹1瓶，共3颗，元婴大圆满修士服用，有3成积聚，帮助突破至化神期。起拍价8000下品灵石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虽然我现在用不上，但可以先囤着啊。师弟，就算现在囤了，你确定等你元婴后期的时候，这药效还在？我知道，我灵根杂乱学不了，对吧？第5件拍品万剑符。第6件拍品3文清灵丹。
第7件拍品千年珠簸。哎，拍吧拍吧，我不配行了吧？哎，这丫头是真为我着想啊！虽然她每次都能精准的往我心口上插刀子。文师弟，这就是你的计划？这都拍了几十件了，他连1次牌都没举成过。我们费尽心机演这么大一场戏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他来这儿看热闹的吗？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，今天这事没完。诸位师兄师妹，别着急，这只是餐前的开胃小菜，总要多上几道，他吃得越不尽盛，待会儿对主菜的渴望才会越强烈。好戏这才刚刚开始。今回去必须得让小孙安排顿好的，看什么拍品，不存在的，反正也买不了。师弟，你看，那是4阶的阵盘迷踪阵，据说连元婴修士都能困住1时3刻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一个炼气2层，连启动阵盘的灵力都不够，买回来当盘子用吗？哎，人呢？柳师姐，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拍卖会还没结束吧？怎么人都开始走了？蔡师弟，这个很正常。演唱会都没结束，观众跑了一半，这也叫正常？蔡师弟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咱们执法堂的拍卖会跟外面的那些可不一样，这叫精准定位。精准定位？对，因为修为各不相同，因此需求也不同。所以为了节省大家宝贵的修炼时间，执法堂的拍卖会是按照物品的品跌从高到低来拍的。你看，最开始拍的那些不是元婴期大能才能用的法宝，就是能抵挡化神期一击的符宝。你再看刚才那瓶能辅助结婴的丹药拍完后，现在不都是给金丹期师兄姐们用的东西了？所以那些修为高的师兄师姐拍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，当然就走了。所以咱们炼气期的东西还在后头。对啊。好，走得好啊，都快走吧，也该到我出手的时候了。五色下阵，出下场，玄铁派，龙魂木。接下来将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环节。清场了，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哥的灵石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文师弟，高，实在是高。精准定位这个词用得好啊。这小子没了那些强力竞争者，兜里又有8万多下品灵石，买点炼气期的东西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文师弟，这个局做得天衣无缝，天道都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师兄，继续看吧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今天我肚子疼，必须是全场最靓的仔，我要用灵石砸出战风的威名。这不会打起来吧？本次拍卖会最后环节的第1件拍品，灵雨术功法巨简1份。此术法为水系基础法术，修炼有成，可小范围降下灵雨，滋养灵植，净化尘埃。起拍价10块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块。灵雨术就是这个，有了它，以后给灵植园浇水，哪里还用得着亲自动手？10块下品灵石简直是白送，我出10块下品灵石。10块下品灵石，第1次，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11第1次，100块下品灵石。不是，大哥，是你认真的吗？20灵石的灵雨术，你开口就给100，你这什么家庭啊？他娘的，家里有矿啊！110，我出200，300。我加价，我加价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师尊没跟我说过会有这段啊！这世道变了吗？第2件拍品1阶上品法剑清风，起拍价50块下品灵石。法剑虽然现在我用不了，但可以先买着呀。领50块，不贵。500、510、600，我出1000。我加价，他娘的，人傻钱多啊！蔡师弟，他们是不是都疯了？文千机，这就是你的好戏。师兄，再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很快就要有结果了。伐没土狗1只，名旺财。原主因偷窃同门灵骨，无力赔偿，以此狗抵债。起拍价10块下品灵石。这玩意儿也拿来拍？我出100、110。唉300、350、500、800、800、1000、3000。好，不让我买是吧？你们不是喜欢抬价吗？行，小爷今天就陪你们玩玩，当坨是吧？
谁不会啊？下一件拍品，后土功法巨简一份，起拍价20块，下品零食。300。哼，301。500。501。800。801。1500。你牛，你拿去。他娘的，当小爷我没有脾气是吧？小爷今天不买了，就陪你们玩。一阶阵盘小迷踪阵，起拍价50零食。500。501。600。601。700。701。800。师弟，别跟他们争了，不值当的。没事儿，你看戏就行。300。301。500。501。800。801。1000。1001。501。601。650。行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给你好了，我换个东西拍。哟，子弹都打光了，不行啊，老弟。501。600。601。我在家，娇娇，我在家。行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给你好吧。师弟，高，实在是高，这招比你那个什么精准定位高明100倍，让他们自己斗，自己把灵芝花光，最后不得不遗憾离场。天道他能说什么？难道还不许弟子们花自己的钱了？我懂了，咱们压根儿就没作弊，咱们只是让门下弟子代购灵石去参加一场普通的拍卖会而已，他们自己愿意当冤太头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局天衣无缝。师兄，天道的规则看似无情，实则最重礼字。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宗门律法都在情理之中，天道就管不着。师弟啊师弟，你这脑子是真的好用。我肚子疼，战锋外门里炼气大圆满的天之骄子，同辈中少有敌手，现在居然要向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请教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在战锋还怎么混啊？好家伙，现在的反派都这么装的吗？不过也好，刚好能试试这拍卖来的法宝。可这小子那神鬼莫测的抬价手段着实厉害，能把对手恶心到吐血，最后还成功让对方当上冤大头的艺术，我真的好想学啊！不行，必须学。面子能当饭吃吗？能让我以后在拍卖会上拍到心仪的宝贝吗？不能。学到真本事才是真道理。装，太他妈能装了！他娘的，待会儿必须得好好打这小子的脸。师姐，看见没？这家伙已经狂得没边了，完全没把咱们俩放眼里。他现在估计就是在想，用什么姿势才能更帅气的把咱们俩踩在脚下。师姐，待会儿听我口令，只要那小子敢动手，咱们先下手为强。来了。这位师弟，请你一定要教我竞价的艺术啊！啥玩意儿？竞价的艺术？这位师弟呀，你那竞价的手段把人的心里拿捏得死死的，简直是神乎其神。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牛的拍艺术。我肚子疼虽是个粗人，但对这拍卖的艺术那发自内心的崇拜。今日一见师弟，简直是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请受我一拜。我操！我啥时候这么牛了？我随意的叫价拍，居然这么牛吗？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啊！看来小爷我随便一出手，就已经是别人崇拜的对象了啊！这位师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起来说话，地上凉。蔡师弟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师弟，你一定得教教我。我知道你那本事不是一般人能学的，但我肚子疼不怕吃苦，只要师弟肯教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当个小弟都行。这什么情况？没事儿，就是哥的小迷弟。既然你这么诚恳的想学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你这个徒弟，不对，小弟吧。谢谢师弟，谢谢大哥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贵什么贵？走，哥带你去醉仙楼吃顿好的，到时候咱们边吃边聊。我肚子疼，战锋外门里炼气大圆满的天之骄子，同辈中少有敌手，现在居然要向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请教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在战锋还怎么混啊？好家伙，现在的反派都这么装的吗？不过也好，刚好能试试这拍卖来的法宝。可这小子那神鬼莫测的抬价手段着实厉害，能把对手恶心到吐血，最后还成功让对方当上冤大头的艺术，我真的好想学啊！不行，必须学。面子能当饭吃吗？能让我以后在拍卖会上拍到心仪的宝贝吗？不能。学到真本事才是真道理。装，太他妈能装了！他娘的，待会儿必须得好好打这小子的脸。师姐，看见没？这家伙已经狂得没边了，完全没把咱们俩放眼里。他现在估计就是在想，用什么姿势才能更帅气的把咱们俩踩在脚下。师姐，待会儿听我口令，只要那小子敢动手，咱们先下手为强。来了。这位师弟，请你一定要教我竞价的艺术啊！啥玩意儿？
竞价的艺术。这位师弟呀，你那竞价的手段把人的心里拿捏得死死的，简直是神乎其神。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牛的拍艺术。我肚子疼虽是个粗人，但对这拍卖的艺术那发自内心的崇拜。今日一见师弟，简直是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请受我一拜。我操！我啥时候这么牛了？我随意的叫价拍，居然这么牛吗？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啊！看来小爷我随便一出手，就已经是别人崇拜的对象了啊！这位师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起来说话，地上凉。蔡师弟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师弟，你一定得教教我。我知道你那本事不是一般人能学的，但我肚子疼不怕吃苦，只要师弟肯教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我当个小弟都行。这什么情况？没事儿，就是哥的小迷弟。既然你这么诚恳的想学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你这个徒弟，不对，小弟吧。谢谢师弟，谢谢大哥。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贵什么贵？走，哥带你去醉仙楼吃顿好的，到时候咱们边吃边聊。大哥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那叫一个地道，醉仙楼都得靠边站，咱要不去那里吃吧？行，今天哥我心情好，想吃什么给我说便是。大哥义气，咱这边走。这剧情发展也太快了吧！刚才还剑拔弩张的，怎么突然就称兄道弟了？哎，大哥，我跟你说，这家老板娘手艺可是一流啊！是吗？那我得好好尝尝。走走走，咱快些去，不然一会儿人多了。哟，三位里边请，这不是战锋的杜少爷吗？今儿个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徐姐，老位置，今天我大哥请客，可得把你们的招牌菜都上来。三位稍坐，菜马上来。大哥，现在可以开始教我竞价的艺术了吧？想学？想，做梦都想。那你知道竞价的核心是什么吗？核心是有钱？错，大错特错。最重要的是稳住。你越急，对方越能拿捏你。今天那个瘦高个，他为什么输？因为他上头了。不对，因为他不懂止损。他明明已经没有胜算了，还在硬撑，撑到最后就是当冤个大头的命。拍卖这玩意儿，玩的是心理，你得让对方觉得还有希望，他才会不断加钱。但你又不能给太多，给太多自己就成了冤大头。哦，最妙的境界是让对方觉得是他自己赢的，不是你让的。大哥，我懂了，就是让对手在得意忘形中自己走进死胡同。懂了，我懂了。孺子可教。你们俩能不能先吃饭？菜都凉了。柳师姐说的对，先吃饭，吃完再跟大哥学。哟，这是干嘛呢？围了这么多人，特妈的，当咱们灵虚仙宗没人了是吧？这帮青云宗的杂碎，胆子是越来越肥了。青云宗是哪个服务器第二公会？被灵虚仙宗压了好几面子的老倒霉蛋。青云宗有意思，走看看去。是她，之前仙人票那个女生，是许清霜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老熟人来了。她就是这家饭馆老板的女儿。说起来她也是不容易。清霜他爹以前是咱们宗门镇守北境的修士，10几年前北境妖兽暴动，他爹为了掩护同门撤退，战死在了那里。他娘就带着他回了宗门，开了这家小铺，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为生，一个人把他拉扯大。这丫头也争气，单品木灵根现在是法峰的天才弟子，但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跑回来帮他娘的忙，特别孝顺。原来仙人跳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。算了，一个小姑娘，估计也是为了生存，没骗到我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师弟，那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服饰。这几人身上散发出的灵力波动，居然比杜子腾还要强上几分。杜子腾可是炼气大圆满，那这几个岂不是筑基期？有点扎手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见招拆招了。青霜妹子，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哟，又来一个多管闲事的。灵虚仙宗的人就这么喜欢强出头吗？都让！张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青霜都已经答应退婚了，你连一天都等不及吗？退婚？退婚流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女穷，这可是大女主崛起的标准开局。此女有大帝之资，背景寒门，靠母亲开大排档为生，惨。遭遇年幼父亲为人族战死，与母亲相依为命更惨。对上了，都对上了，莫非他也是穿越者？退婚？许伯母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年是我爹和许伯父酒后一句戏言，当不得真。现在我已是青云宗内门弟子，地道筑基，前途无量。而青霜师妹
虽然天赋不错，可惜啊，家世太差，对我日后的仙途毫无助佑。我爹已经为我寻了一门更好的亲事，对方是宗内长老之女，所以这婚约不是退，是解除。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欺人太甚！其变偶不变。难道这句太高端了？也是，9年义务教育的知识点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刻在 DNA 里的。宫廷御言酒，快说，180一杯，你快说啊！这可是国民级的梗，一个足以唤醒任何一个来自21世纪灵魂的终极密码。只要你说出来，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。宫廷御宴酒，这位小祖宗唱的到底是哪一出？我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？唉，还以为是什么大女主退婚流的龙王归来，结果却是赤裸裸的孤儿寡母被人当众欺辱的桥段。你们许家好大的胆子！对面那家伙有够嚣张的啊！这要是不把他踩下去，岂不是对不起我储物袋里那一大堆刚淘来的宝贝？宗主师兄，我那徒儿昨天就传讯于我，说有要事禀报，想来他要说的就是这退婚之事。如今这青云宗的小杂碎，竟敢在我灵虚仙宗的地盘如此羞辱我法风弟子，当罚！师妹，稍安勿躁，小辈之间的事，还是让小辈自己解决更为妥当。再问你个事儿，你跟那个姓张的有感情吗？没有，我与他只是长辈当年定下的指腹为婚，从小到大总共就没见过几次面，谈何感情？那你想解除这婚约吗？想，我根本就不想成什么婚。昨天他私下里已经来找过我娘，提了退婚的事，我当场就答应了。明白了，合着人家姑娘早就答应了，这姓张的今天纯粹就是来羞辱人的。交给我。师姐，待会儿听我口令行事。好。宗主师兄，你看如烟，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啊。宗主师兄，这怎么才跟蔡坤接触了短短2天不到，整个人好像都变了，都学会阴人了。师妹，这可不是坏事。修仙界到处都是坑，如烟这丫头太过单纯，多学2手坑人的本事，总比被人坑了强。杜师兄，冷静。蔡师弟，冷静不了一点儿，那3个杂碎太欺负人了。这3人最起码是筑基期修为，你一人肯定是破不了方的。待会儿听我指挥。师兄啊，待会儿听我口令，一起激活。刘影石，他妈的，这3个家伙今天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，8成是这个叫张文的混蛋，为了攀附什么高枝，必须纳个投名状。这厮果然是专门来羞辱许清霜的，也是来打他们灵虚仙宗的脸的。急火，必须急火！特妈的！筑基期怎样？小爷就不信轰不死你丫的！妈的，要不是新靠山那位长老之女逼得太紧，非要我拿出诚意，我打死也不来。这要是来个擦枪走火，我不是完犊子了吗？许伯母，言尽于此，我们就此别归。站住！把话说清楚再走。你还想留下我喝茶不成？道歉，给清霜妹子和许伯母道歉。道歉？我何错之有？解除一桩本就不该存在的婚约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这是羞辱人！羞辱？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难道不是吗？他配不上我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这要是真动手了，回头执法堂追究起来，咱们会不会受罚呀？宗门规矩森严，再及时私斗，处罚可不轻啊！是啊，对方可是青云宗的内门弟子，这已经算是宗门纠纷了，咱们私下里动手不合规矩。唉，要是被记上一笔，今年的外门大比就别想了。我就知道灵虚仙宗这帮人就是一群被规矩束缚的杂碎，随便找几个托说上几句就不敢动手了，真是无趣。没想到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么快就开始动摇了，这可不行，必须得燃起来啊！各位师弟师妹，各位同门，你们告诉我，修仙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闭关苦修不问世事，是死守规矩畏首畏尾，还是见同门受辱宗门蒙羞却缩头藏尾明哲保身？我告诉你们，修仙修的是一颗赤子心，修的是一身浩然气，修的就是意念通达，问心无愧。我们引灵气练功法，没日没夜不停的修炼，不是为了变成被规矩捆住手脚的懦夫，不是为了看着自己人羞辱而不敢更生。如果修仙只是为了苟且保全自身，见不平事而唯唯诺诺，那这仙不兴也罢。是啊，这样的修仙还有什么意思？别人都欺负到自己脸上，自己只敢干看着，这和懦夫有什么区别？师弟说的对，意念通达，问心无愧，就算受罚，我也绝不做缩头乌龟。
护同门，守宗门，大不了今年大比弃权，也不能丢了凌轩的骨气。蔡师弟说的太对了，修仙不修骨气，练再多功法也是废物。今天谁也别想拦着我护着清霜妹子。蔡师弟，我杜子韬信你，今日就算被执法堂重罚，我也跟你并肩到底。原来我不是一个人，原来有这么多同门为我撑腰，谢谢你蔡坤师弟。好一个意念通达，好一个不修也罢，有此血性担当，我灵虚仙宗何愁不兴？今日之事，凡是参与的弟子重重有赏。都是好孩子，我灵虚仙宗有你们在，何愁没有希望？你们敢？我是青云宗内门弟子，你们在集市私斗，违反宗门规矩，是要受重罚的。是这么人，我们挡不住的。六月师还在拍，可再不走，我们都被废在这里啊！这就是灵虚宗的实力吗？青云宗这次踢到铁板了。今日他当众折辱我灵虚弟子，就是打我整个宗门的脸。诸位同门，护我同门，守我尊严，随我集火！有些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为好。现在跪下，给清霜妹子道歉，给许婆母道歉，给我们灵虚仙宗道歉。听见没有？道歉，不然就死。我道歉，我错了。大声点儿，让所有人都听见。我错了，我不该羞辱清霜师妹，不该轻视许家，不该来灵虚仙宗寻衅滋事。我对不起清霜师妹，对不起许伯母，对不起灵虚仙宗。今日起，张家与许家婚约作废，恩断义绝，从此两家再无半点瓜葛，生死不复往来。好，恩断义绝，这种小人不配与许家为伍，护我同门，养我灵虚。好一个恩断义绝！许家有骨气，我灵虚弟子更有骨气。老大，今天我算是学到了，你那句修仙修的就是意念通达，问心无愧，简直太绝了。不过是守住了自己该守的人，说不上什么绝不绝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清霜妹子和许伯母肯定要受委屈。以后你就是我老大，我肚子疼，跟定你了。师弟最厉害，我以后也听师弟的，谁再敢欺负人，我就用符箓打他。蔡坤师弟，今日之恩，清霜过齿难忘。若不是你，我……师姐客气了，我们本就是同门，互相庇护，本就是应该的。今日多亏了你们这群孩子，小坤，多谢你为清霜出头，也多谢你点燃了我灵虚弟子的血性。许伯母，严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师弟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意念通达，问心无愧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以你为榜样。是啊，今日一战，我才算真正明白修仙到底修的是什么。护同盟，守尊严，我灵虚仙宗就该有这股子气。今天大家为了维护我灵虚仙宗尊严，为了保护宗门自家人，今我肚子疼高兴，全场的消费由我杜某人买单，大家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，不醉不归。大气！杜师兄，我也为我杜师兄场，谢谢杜师兄。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，吱一声，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。老板娘，再来一只火源烧鸡，记在杜师哥账上。客气什么？今天这顿必须我请，没有老大就没有咱们今天这口气。来，咱们所有人敬咱们的主心骨蔡坤老大一杯。若不是老大几句话点醒我们，若不是老大带头护着同门，我们今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外人欺负自己人。老大，我敬你。敬蔡坤师兄，敬蔡坤师兄。大家不必如此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你就收下吧，这一杯是我们所有人的敬意。师弟，干杯！好，那我便陪大家一杯。愿我们灵虚弟子永远意念通达，问心无愧。意念通达，问心无愧。蔡坤师兄，今日受教了，我敬你。师兄一句话点醒我这个糊涂人，以后我一定紧跟师兄。多谢师兄，让我知道修仙不是为了怕死，是为了保护想保护的人。好，干喝！老大接着喝，今天不醉不休，谁都不准服。别让他喝太多了，会伤身的。哎呀，清霜妹子说的对，我光顾着高兴了。我好像有点喝多了。师弟，不好！
哈哈哈哈！你俩的酒量也不行啊！这种酒，我喝上10坛20坛，走路都不带飘的。这是喝高了。呵，这小子有点意思，看着文文弱弱，喝酒倒挺豪爽。这就倒了？不对劲，我可是合体期大能，怎么会碎？老裴，信。宗师兄，蔡坤喝高了。蔡坤喝高了。开启所有护山大阵，全部提到最高等级。去！这小王八蛋！这啥情况？大家咋都晕倒了？难道都喝醉了？难道是因为我？整个灵虚仙宗是不是所有人都醉倒了？一个所有人都醉倒的宗门，要是被敌人摸了进来，那不就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？醒醒，柳师姐，快醒醒！天亮了，蔡师弟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喝醉了？喝醉？完了！这些昨天跟着我一起义愤填膺、一起高端集火的师兄师姐们，因为我喝醉，他们也全都跟着这醉倒了。如果真的有敌人趁虚而入，各位速来主峰大殿。蔡坤，宗主师兄，这以后可怎么办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要是哪天他再喝场大酒，启禀宗主，杂役弟子蔡坤有要事求见。参见宗主，参见各位峰主。蔡坤，你找本座所为何事？启禀宗主，杂役弟子蔡坤恳请退宗。好啊，太好了，小子，你总算想通了，这才是爷们儿该有的担当。蔡坤，等会儿退宗的手续一办好，这些全都是你的，这是老韩我的一点心意，感谢，发自肺腑的感谢。对，还有我的。蔡小子，你放心，我货钱仓的东西绝对不比老韩的差。我这里还有几块炼制法宝的顶级玄铁，一并送你了。蔡坤，你若真能解开宗门此劫，我福禄峰也备了些薄礼。我只是个小杂役，在提出退宗后，没有一个人想过等我成功退宗后一巴掌拍死我，永绝后患。相反，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要给我感谢费。都静一静，能告诉本座为何要退宗吗？是宗门待你不好，还是受了什么委屈？不是宗门不好，宗门很好，是我待过的最好的地方。我只是个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，可我这条命却牵着整个宗门上下10几万人的性命。宗主，各位峰主，我想过了，现在
全宗上上下下10几万人的性命都捏在我一个人手上，这种压力太大了，我扛不住。我知道柳师姐是宗中派来接近我的人，但她也是我蔡坤的朋友，还有杜师兄，他虽然憨了点但为人仗义，还有许师姐，还有那些愿意相信我跟我一起动手的师兄师姐们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有自己的挚爱亲朋，他们的生死不应该捏在我这么一个只有炼气2层的杂役弟子手上。宗主，各位封主，我实在做不到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心安理得的继续待在宗门里。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我到现在都不敢想，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有强敌来犯，我怕了，我真的怕了。灵虚仙宗是个好宗门，我不想他因为我而毁于一旦，所以我恳请退宗，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整个宗门，保全我的朋友们。压力太大，扛不住，不想毁了宗门，不想连累朋友。这些话很简单，很朴实，但真的很难得。我见过的骄子、枭雄多如过江之鲫，心术不正者更是数不胜数。而蔡坤身上绑定的这份气运，换个角度看，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柄。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成为灵虚仙宗真正的太上皇，他可以让宗主为他跑腿，让封主为他捏脚，谁敢不从，谁的命不想要了。可他没有，从他主动找上孙守书坦白这一切开始，他从未利用这份权力为自己谋取过半分私利。这份谢礼好像太轻了，不管蔡坤是否能退出宗门，这小子我保定了。蔡坤，你当真想清楚了，退宗之后，你将不再受宗门庇护，修仙之路会比现在艰难100倍。宗主，我想清楚了，我恳请退宗。好，自有灵虚仙宗杂役弟子蔡坤因个人缘故，今日自请退宗，脱离灵虚仙宗，从此山高水远两不相干，一切因果自行承担。师兄，蔡坤，无论你是否能退出宗门，你永远都是我灵虚仙宗的弟子。这次是我自己退宗，应该能成功吧？